迎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最近关于疫情的消息层出不穷，连许多大明星都纷纷表示不想因为占用公共社会资源而导致部分疫情无法有效地传达出来。然而近年来大火的女星杨紫在今天却不得不登上了微博热搜榜，这是什么情况呢？昨天杨紫工作室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份律师声明，并配文称，疫情当前，我们本无意占用公共社会资源，可不断升级的造谣谩骂，甚至波及到家人的诅咒，让我们无法保持沉默。除了对已经提及的侵权账号进行追责，我们还会持续进行取证和诉讼，将用法律的武器捍卫合法权益。另外，在律师声明中也表示，近期部分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恶意捏造发布针对杨紫女士的不实言论，甚至使用极为粗鄙的言辞对艺人及其家人进行攻击，侵犯了艺人的名誉权。在此警告所有心怀恶意的人士及团队，请勿抱有侥幸心理，并要求散布污言秽语的相关微博用户立即删除不良内容。他们还将会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侵权人的责任。这条动态出来之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甚至一跃登上微博热搜榜。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在杨紫工作室发出声明之前，微博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用污言秽语攻击杨紫了。这些网友与杨紫的粉丝在网上还开展了骂战，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而此次骂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围绕这次疫情展开的。原因就在于此前有网友发微博爆料称杨紫借疫情来炒作自己，心机无人能及。该爆料者表示，借这波热度，我再说个事儿，这次武汉突发冠状肺炎，内地90小花、迪丽热巴捐款50万，郑爽捐款60万，都默默无闻做着实事儿。而外界流传的捐款榜单上，杨紫捐款的50万则大肆宣扬营销捐款，名为捐款，实为营销。据悉，他花费的营销捐款费用早已超过了他本人捐款的好几倍，这心机真的无人能及。同样是做好事儿，这就是他跟迪丽热巴、郑爽存在的差距。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杨紫在此次为武汉捐款以后，大买水军，为他歌功颂德，并对这种行为表示令人不齿，相对于迪丽热巴和郑爽差太多。此外，他还表示自己不怕被告，并且这位网友在看了杨紫工作室发出的声明以后，依旧言语间透露着挑衅，表示并不害怕。可以看出，这位网友对杨紫工作室发出的声明不屑一顾，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杨紫工作室之所以没有告他，是因为他说的对。其实在杨紫的声明放出来之后，还有许多被冠以黑粉名称的网友表示并不在乎，而言语间则依旧充满了污言秽语。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加无法忍受，姨太觉得杨紫绝对不会在疫情之间露风头。而且姨太认为，在这期间被骂借疫情营销，确实应该立刻反驳，毕竟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疫情，如果杨紫在这方面出现一点品德不好的现象，恐怕她的职业生涯就要毁了。所以杨紫不得不在疫情期间刚一回。其实对此次骂战，网上有3个原因，或许是导致骂战愈演愈烈的导火索。第一，未公开为疫情捐款，被曝破坏捐款规则，而遭道德绑架，导致被辱骂和诅咒。最近疫情肆虐，人人自危，很多明星站出来捐款捐物，树立了好榜样。但杨紫却因为没有公开捐款，被质疑不为疫情做贡献，引来不少道德标兵的抨击和诋毁。多难听的话都有人说，要说杨紫没有捐款，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她现在的知名度，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只要还想在娱乐圈混下去，肯定是要有所表示的，否则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杨紫在捐款时却并没有公开消息，或许是不想和疫情报道争抢流量。不过没想到，正因为她的低调，被网友嘲讽是借此炒作。哪怕最后她亡羊补牢，默默公开了自己50万元的捐款记录，也依旧没有堵住悠悠众口。而她捐款的事情也因此被大家知道。如果单从宣传上说，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其实对于捐款，网上还有一个爆料，
称杨紫破坏了明星之间商量好的捐款钱数而被骂。据悉，前不久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杨紫捐款这个事儿还被骂了。今年这个疫情，不少艺人工作室私下里都商量好了，统一捐20万，结果杨紫那边捐了50万。金额公布之后，有不少团队的经纪人都在朋友圈骂。第二，与张雪迎粉丝骂战不停，借疫情再度升级。其次，还有网友在网上透露，杨紫被骂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张雪迎的一段恩怨有关。据悉，杨紫和秦俊杰分手的时候，恰巧张雪迎和秦俊杰爆出胡辣汤事件，导致张雪迎被质疑是第三者。虽然杨紫迅速澄清自己分手与张雪迎无关，也没有所谓的第三者。杨紫虽然有意澄清，却架不住粉丝们喜欢脑补剧情。某些杨紫的粉丝事后一直不放过张雪迎，多次对张雪迎进行辱骂和诋毁。最近杨紫被骂，背后也有张雪迎粉丝与杨紫粉丝吵闹升级的原因。第三，与肖战新剧即将上映，疑似动了别人的蛋糕而被有意抹黑。除了以上提到的2件事，杨紫被骂的理由还与她的新戏有关。现在人红是非多，杨紫近几年的风头正盛，前一段时间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大火，杨紫也成为了顶流。而此次杨紫和肖战主演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预测又会大火，因此杨紫的代言和通告不断，资源非常好。或许是动了一大波人的蛋糕，也成为这次骂战升级的导火索之一。最近杨紫正和肖战合作了都市情感剧《余生请多指教》，这2天有人曝光了杨紫和肖战拍吻戏的照片，结果引发了一小撮肖战粉丝的抵触，认为电视剧还没开播就传出这种照片，觉得可能是杨紫在炒作，然后纷纷对杨紫开骂。其实演员拍感情戏和吻戏被曝光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可就不知为什么到了杨紫身上却总是能引发争议。仪态从网上找了一些黑杨紫的内容，不得不说都挺狠的，还有因此骂杨紫丑的，还骂杨紫是硅胶怪。总之言论极其具备攻击性，要多狠有多狠，还有许多涉及侮辱家人的言论，真的有一种无法看下去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娱乐圈女星火了之后，多方面的黑粉就会接踵而至，而且同行业的竞争者也很多，顶尖的资源只有这么多，所以也会通过爆黑料以抢夺资源，这也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原因都有可能是此次骂战的导火索之一。综合这些原因来看，你们觉得杨紫被骂借疫情疯狂营销冤不冤呢？另外还有一点仪态要提一下，就是杨紫在被辱骂过程中，网友还屡次提到了她是整容脸。说起这个，仪态再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2004年，杨紫与宋丹丹、高亚麟、张一山等共同出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当时她在剧中饰演青春靓丽、聪明活泼的小学霸夏雪，自此开始成为国民闺女，受到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少年成名。然而当时杨紫的爸爸却曾向宋丹丹取经，询问杨紫未来发展的意见。当时宋丹丹表示杨紫没那么漂亮，建议她不要做演员了。其实宋丹丹当时说这番话并没有恶意，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的她，因为深知不漂亮的女演员的苦，所以真心实意从事实出发给小贝提供建议。没想到这样一句话却被杨紫的一些粉丝骂了多年，甚至直到现在还有粉丝追着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给大家埋下了杨紫的颜值并不高的定义，甚至后来杨紫变好看时也被猜测是不是整容了。但不得不说的是，近几年杨紫的长相真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大18变，还是真的整容了。有网友也因此搜集了一些杨紫这些年拍戏的面貌对比。2011年《幸福来敲门》时，就能明显的看到杨紫脸上的脂肪变少了，面部轮廓逐渐变得清晰。但是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五官逐渐有了一些立体感，鼻子是最明显的。虽然这时她的脸已经开始瘦了，但是脸型还是呈 U 型。由于脸部的脂肪较多，所以有一种堆积感，即便是注射了瘦脸针，但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想要凸显五官的立体感，只有加强逐个部位的雕刻。对比杨紫在大秧歌时，其实与前面的变化已经很大了，鼻子变得立体，并且以前后缩短小的下巴也不见了，下体的轮廓也逐渐变得清晰，并且这个时候还是保留着原有的风格，只是轻微的做了雕刻。但是当到了欢乐颂与青云志时，容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杨紫的山根变得越来越高，这绝对不是打一针玻尿酸就能做到的。再者是下巴越来越尖长，脸型也变成了标准的 V 字脸。虽然你说不上来具体的缺点在什么地方，但是总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有些表情稍微过猛，可能就会暴露后遗症，所以很多时候看到杨紫的照片都是不笑的。曾经也因为笑与不笑这个问题，经常被网友喷。正是由于这些较为明显的症状出现，杨紫被猜测整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从而也导致了在这次的骂战中，杨紫屡次被骂整容脸。其实以太看来，杨紫在疫情期间因为被骂登上热搜也确实挺惨的。况且在疫情方面，杨紫确实捐了不少钱，为公益付出也是值得被夸赞的。另外在工作上，无论她有没有整容，也都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和生活奋斗，她并没有做出什么违背道德的事情啊，似乎也没理由被骂得这么惨吧。那么对于这次她被骂惨一事，你们觉得她冤枉吗？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